如果你正在迷茫纠结，不知道如何选择，只需要3分钟，我将带你在潜意识里去找到最好的选择。在开始体验前，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让你自己处于一个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进行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一阵的放松。再按摩你的双眼，每一次按摩都会缓解到眼睛的疲劳和压力。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每一次深呼吸，你都会将外部空气中所有的养分吸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再缓缓地吐出体外。每一次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下。发挥你所有的想象，你正走在一条明亮安全的通道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通道中的一切。通道的尽头是一间纯白色的房间。你会缓步向通道的尽头走去，每走一步都会进入更放松的状态。放松你的头顶和额头，放松你的五官，放松你的脸颊，放松你的颈椎和肩膀，放松你的胸腔，放松你的小腹和肠胃，放松你的腰椎和尾椎，放松你的四肢。你已经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也已经走到纯白色的房间中。你可以在房间中看到2扇大门，请你仔细观察这2扇门有什么区别。这2扇未来之门会通向你不同的选择，也正是当下你最迷茫、纠结的地方。当我数到3，你会选择其中1扇门，走入进去，并且可以看到在这个选择后面所发生的一切。1、2、3。我会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清晰地记得这个选择会给你带来的结果。你会再次回到白色的房间中。当我再次数到3，你会进入到另一扇门中，清晰地看到另一个选择对你带来的影响。1、2、3。我会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清晰地记得在这个选择背后所带来的结果。当你再次回到白色的房间，会感到神清气爽。当我数到3，你会带着2个不同的答案和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1、2、3。本视频建议疗愈和探索使用。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有一样神奇的东西，能让你变得很健康、很快乐、很有钱。很多高人深谙此物的使用之道，但是凡夫俗子对它却完全没有任何概念。这个神奇的东西就是能量。如果你对如何通过增强能量彻底改善人生感兴趣的话，这条视频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我将分享一套密不外传的绝学——生命能量增益术。你将是首次听到如此全面详细的关于能量如何改变人生的内容。这条视频里面有很多金子，至于你能不能发现，就看你有没有慧根、缘分和福报。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提升正能量。接下来的内容有点长，耐心看完必有所获。你准备好了吗？什么是能量呢？所谓能量，就是一种让你身体健康、内心快乐、头脑智慧、关系亲密、财富丰盛、事业有成的物质，一种让你整个人具有超凡的吸引力、说服力、号召力、感染力的物质，一种让你心想事成的显化现实世界的物质，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你也可以把能量这种物质称为气场，磁场物质也是一种物质，而且是一种决定现实物质世界的物质。看不见摸不着就一定不存在吗？其实你看不见的东西还有很多呢，比如阴阳经络、穴位、真气、业力、轮回、愿力、风水。正是因为你看不见它们，才不了解它们的威力。在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只会在现实世界找答案、找方法，不会用高维智慧来解决。其实这个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下三界是有形物质世界，上三界是意识灵魂世界。上三界决定中三界，中三界决定下三界。只有高维智慧才能解决人间的问题。无物质世界的运动方式决定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现代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构成的。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物质都是由小到几乎等同于无地粒子组成的，它们是以各种不同的频率高速振动而形成的能量场。能量的本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它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磁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真实的存在。在财富增加的过程就是你能量增加的过程，能量就是财富，财富就是能量。一切问题的本质都是能量的问题。你能量高，你的精神压力就小，不管做什么事情，感觉都会很轻松。一轻松，你就会有更多的自信，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智慧和运气，你就容易超常发挥。能量高，你就能够吸引财富，吸引智慧，吸引一切你想吸引的东西。这就是王阳明先生讲的相由心生，心生万法，经由心造。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的人总是活力充沛，激情澎湃，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与他在一起时，大家都会情不自禁感到快乐。而有的人总是悲观沮丧、消极懒惰，与他在一起时，任何人都感到莫名的压抑和不快乐。有的人浑身散发着喜悦与爱的能量，就像绽放中的美丽花朵，给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带来愉悦的感受。而有的人浑身充斥着冷酷、自私与怀疑的能量，这种能量可能会吓退本想亲近他的人。能量虽然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但对于人的能量场来说，我们可以将能量划分为两大类别：负能量和正能量。是我们消极、低落、自卑、沮丧、丧失斗志，找不到生活乐趣和目标的，就是极其糟糕的负能量。一个人生命的振动形式越是以负能量的状态存在，他的生活越可能变得糟糕。而是我们充满热情与信念心，让我们永远乐观、积极、阳光、自信，使我们能展现出无穷魅力的，就是美好的正能量。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让自己持续处在正能量中，那么成功与幸福将是唾手可能。
为什么不同的能量会使我们的生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能量具有吸引性和传染性两大特性。所谓吸引性，就是说相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引起共振，所以负能量往往会吸引坏事，而正能量才会吸引好事。屋漏偏逢连阴雨，锦上添花，好事成双，说的都是能量的吸引性和共振性。此外，能量还具有传染的特性，长时间跟某种能量的人一起，我们就会感染他的能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能量的传染性。朋友们，当你心中树立起能量的概念之后，就初步具备了一套全新的高位置。你几乎可以用这套能量分析法看穿一切人生问题的本质，非常强大，非常神奇。举几个例子来说吧。你的爱人为什么嫌弃你、抛弃你？因为你散发出来的能量不足以吸引他，和他共振。你为什么赚不到钱？因为你的能量很弱，弱到不足以产出独一无二的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完美有效地解决别人的问题，让别人愿意付钱给你。你为什么体弱多病？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无意中损耗了你太多的气血，导致身体气血能量不足，无法供养各个器官的正常的工作。你为什么没有智慧？老是做一些错误的决定，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你的意识、灵魂里没有植入正心正念、正愿正见的能量，导致智慧无法在心中开花结果。你为什么管教不好你的孩子？因为你的能量没有强大到让他心向往之，你自己没有能量，活成让他羡慕仰慕的样子。孩子是靠管教的吗？是靠强大的能量感染震慑出来的。那现在请你记住这个结论，如果你活得不好，一定是没有把能量经营好。能量不足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源。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和现象，分解到最后都是一团能量构成的。你现在的人生状态，就是你现在的能量状态的体现。真正厉害的高人，本质上就是他有一套能量补充机制，并且通过一定的流程和途径，把能量释放出来，吸引显化了，让它看起来很厉害的。现实世界，心想事成是真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聚集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吨的钢铁能飞上天吗？因为它的航空发动机的推力能量特别大。人也一样，人可以从一无所有到丰盛富足吗？当然可以。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牛人，像开了游戏外挂一样，在人生的游戏中干什么像什么，做什么成什么？为什么呀？因为他自身携带的能量足够强大，让他不得不顺利，无法不成事。那么重点来了，既然过好此生的主要核心工作就是经营好能量，我们该怎么增强提升自己的能量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微、非常奇妙的生命工程。很多人就算学到了这些方法，也未必就会践行。能不能领悟，就看你的悟性深浅和福报的多少了。能量在人身上有6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是你的身体气血能量，如果你这方面的能量不足，就会体弱多病，寿命不长。王阳明在其他方面能量很强，施工丰盛，但是就是身体气血能量太弱，不停地被朝廷公务弟子损耗无，57岁就死了。中医奇才倪海厦
看病写书录视频做培训收弟子，被工作事业金钱反噬，他的成就很大，却也损耗太多，59岁就离奇去世。很多朋友说他们是上天派到人间待着，使命来的，使命完成就走了。我们可以喜欢尊敬他们，但是不要过度美化。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可能比你我更热爱生命，更想长寿，只不过是他们的视野铺开，身不由己了，被名声受众道德绑架了，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他们想长寿，但是做不到了，仅此而已。身体气血能量是最基础的能量，影响你的健康、活力、创造性。它主要跟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呼吸方式、你的饮食方式、作息方式、气变化、天体运行、内心情志紧密关。我强烈建议你学习一下基础的中医知识，或者道家养生知识，再不济也要把《黄帝内经》学一学。中医知识和道家养生是全新的宇宙体系，你一生都学不到尽头。第二种是你的灵魂意识能量，如果这方面能量太弱的话，你会非常容易愚蠢无知，你无法掌控你的大脑、你的毅力、你的欲望、你的情绪，包括五毒、六欲、七情，这一大堆东西是你意识灵魂的毒药，它们会牵引着你，迫使你不停地造作，不停地干蠢事，把你拖入困境的泥潭万丈深渊。很多心理问题，像焦虑症、抑郁症、怒目障、失眠障、拖延症、烟瘾、酒瘾、色瘾、毒瘾、游戏瘾，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意识能量太弱造成的。什么是牛人呢？就是他们摆脱了大脑业力、欲望、情绪的控制和影响，如实地看待这个世界，实事求是地按照规律和真理去做人做事。而凡夫俗子正好相反，他们是受自己大脑经验、业力、情绪、欲望的操控，扭曲地看待这个世界，违反着规律和真理去做事。我强烈建议大家好好学学佛家的智慧和王阳明的心学，把这两个领悟透了，你的意识灵魂能量会超级强大，人会变得非常智慧，做事如有神助。第三种是穿戴仪容能量，这个方面能量的缺失会让你错失很多贵人和机会。为什么你看明星们都有一种高级感？因为明星们从头到脚，每一个能被你看到的地方都用心捯饬了，头发、眼睛、眉毛、鼻子、牙齿、项链、耳坠、衣服、鞋子、手表、手链，几乎每一个点都在为自己增加能量。请问你在自己的穿戴仪容上下了多少功夫？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把自己捯饬成跟你自身行业定位相符的高级感。请记住一句话，有的时候你的穿戴仪容带给你的回馈远胜于你的才华。穿戴仪容可是一门大学问，你重视它的能量，花时间学习和捯饬你将受益终身。第四种是布施输出能量。我说一句很严重的话，你可以反驳我。一个人如果这辈子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布施表达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布施经济系统，这辈子不可能翻身逆袭过上好日子的。因为你的功德福报的银行账户里能取现的太少了。布施是一种爱，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能量。我从未见过一个让众生过得更好的人，他本身过不好。这一生的布施分为法布施、财布施和无为布施。你可以线下进行，
也可以线上进行。你有什么，你擅长什么，就去布施什么，但一定要长期坚持，坚持越久，能量越强，你的智慧越多，福报银行账户余额越大。第5种是道场布局能量，你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是你的道场，道场的位置、户型、装修摆件、灯光、声音，会形成一种力量，影响你和你的合作伙伴生命状态的上扬或者下坠。你每天快乐不快乐，真振奋不振奋，有没有活力，你跟客户能不能顺利签约成交，你的道场起关键作用。如果你了解一些八字命理、天人相应的知识，你就会明白，所有的天体、星星、月亮、太阳、地球、山水、房子、物品都散发着无物质，而你的皮肤毛孔在量子领域的视角下，像敞开着的大门一样，所有的无物质都可以自由进入，静悄悄的，深刻影响你的健康状态和命运。第6种是商业服务能量，以产品和服务的体系架构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完成效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决定你财富变现的能力。有很多人，他很有才华，但是他的财富的潜力为什么一直发挥不出来？就是因为被他的产品和服务的体系品质效率给限制了。要么不会做产品做服务，要么产品和服务太单一太单薄，不成体系，要么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效率太低，要么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太差。我们经常听到的品牌力、产品力、服务力，其实本质上就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一种能量。产品和服务的能量强大到让人不得不买，这就是有些人活在世上从来不担忧赚钱的原因。我强烈建议你学习模仿你所在行业最优秀的同行，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他们的能量就体现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上。有缘人，什么是修行？其实就是经营，提升以上这6种能量，这些才是真正让你安身立命的善知识。身体气血能量强了，你就很健康、很开朗、很大气，很有格局、很有活力。灵魂意识能量强了，你就会很有智慧、很宽容大度，很有理想信仰，不会做蠢事。穿戴仪容能量强了，你就会很讨人喜欢，获得很多机遇和贵人的相助。布施输出能量强了，你就会很有吸引力，好运会不停地回向你道场。布局能量强了，你就会很快乐，很有战斗力，很容易签单。商业服务能量强了，你就能获得大量财富。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不断补充生命的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强大且富有创造力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时时刻刻都拥有强大的能量呢？下面我将分享3个提升能量方法。一、天搏。天搏就是向天要能量，如晒太阳、看月亮，拥抱大自然，在宇宙浩渺、山河壮阔之中感受生命滋养。自己填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旅行。通过旅行，我们可以在不断变换的时空和场景中清空自己，重塑自己，建设自己，让自己获得积极的能量加持。心理学家毕淑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妇女一脸灰黑地走进她的咨询室，向她控诉自己多年来的不幸遭遇，如生意失败、朋友背信弃义、离婚。妇女说，她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李淑敏告诉他，明天你就去旅行，一个人去，它能治愈你生命中的创伤。第二天，妇女真的去旅行了，她把自己的消极情绪释放在长天大地之间，把自己苦恼的往事皎洁在远山沧海之上，并且在湖北大峡谷的失足，让他惊觉对生命的眷恋。在腾冲的农舍炊烟之间，他感受到岁月的静好。原来世界很精彩，人间很值得，过往的所有痛苦不过浮云。旅行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让我们去亲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用天地的能量滋补自己。而地补的补，就是向大地寻求能量，如散步、登山、游泳、奔跑，通过大量的运动，接地气增能量，强健体魄，激活精神。得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运动。经常运动的人，体内的生态系统如一汪清泉，清明澄澈。久坐不动的人，体内生态系统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泉水滔滔不绝，就像一个人旺盛的生命力。死水蚊蝇滋生，就像身体上自由生长的病毒和细菌。经常运动向大地汲取能量，我们会更有力量。演员李若彤在出演《神雕侠侣》之后，大红大紫，备受追捧。正在事业红火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他在死亡线的边缘心神不安。病床上的他感悟到，相比于事业和财富，健身才是最有价值的个人投资。出院后，他不论多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运动，有时到拉伸跑步，有时在游泳馆游泳，有时约着朋友去登山远足。一段时间后，李若彤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变，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健康积极、活力满满的状态。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看似在拼能力、拼天分、拼资源，其实最后拼的是健康。坚持运动，获得大地的能量加持自己，做更健康、更强大的自己。3. 人补。人补就是靠近和融入正能量的人，跟同频的人、同道的人、积极的人、优秀的人、舒服的人在一起，建设自己，精进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日新月异之下，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春秋时有一个叫闵子骞的人，面黄肌瘦，神情沮丧，气质粗鄙，大家都鄙弃他，不愿跟他为伍。后来宁子谦拜孔子为师，跟随孔子学习一段时间后，变得容光焕发，活力四射，气质高雅，清新脱俗。孔子感到好奇，问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闵子骞坦：丞相告以前，我羡慕权贵，嫉妒比我过得好的人，常常抱怨生活的不如意，内心纠结痛苦，所以面有菜色。自从跟随先生之后，受先生的教育越来越深，主委同我切磋，研讨使我不断进步。我从内心逐渐明了取舍的道理，内心安宁平和，因此就容光焕发。鸟随鸾凤飞腾远，
人伴良贤品自高，与那些正能量的高层次的人为伍，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精神感染和能量影响，从而在潜移默化之间重塑自己，提升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切记提升自己的能量，经营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气场，让自己不断得到滋补，得到淬炼，得到精进，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一个人越厉害，越拥有定力，也越能保持如如不动的心情。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保持如如不动。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如如不动吗？一般人以为就是心如止水地应对一切外境。大乘佛法里说的如如不动，其实是见性后的实修境界，对内也如，对外也如，内外亦如，才是真正能做到如如不动。是在实证后明白了体性动亦不动，如如不动不是一种懒惰，而是懂得用良好的普世规律指引自己，才能让我们拥有终极的智慧和勇气。为什么厉害的人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呢？从某个方面来说，他们深刻懂得保持如如不动，是站在最高系统来审视我们自身的生命和行为。往往能够做到如如不动的人，早就懂得人生比拼的是自我的心境和格局。一个人越拥有大格局和心境，越能比拼和胜出。那么到底要怎么修炼，才能够让自己保持如如不动呢？这一期我想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效的训练不动的心法。我打过一个比方说，我们要坐在汹涌流动的河水里的一块石头，虽然被河水不断的冲刷，但是我们却可以保持如如不动。大家知道，我所说的河水，其实就是我们脑袋里不断涌现出的各种念头。而你的内在一旦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或者消极的心态，这就意味着此刻的你已经被河水给带走了。大家觉得这个比方很形象，但是有人就问了，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却很难做到，到底要怎么修炼才能够让自己保持如如不动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效的训练不动的心法，看看你能不能有所领悟。首先请闭上眼睛，尝试着把自己想象成是透明的，为的就是让能引发你自动化反应的所有外部的因素都可以从你的身上穿过去。你看像不像佛家讲的把自己给空掉呢？假如河塘里的这个石头都不存在了，那河水自然也就不可能把它给冲走了。如果我猛地这么一说，你体悟不到，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先尝试从各种小事练起。打个比方，此刻你正在家里休息，突然传来了楼下的装修声，这个时候你立即做出了自动化反应，烦躁和愤怒，这种负面和消极的情绪由此产生了。但是请问你愤怒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只要你稍微的审视一下，就会发现你的愤怒根本就没有目的。你总不会认为你可以通过你此时的愤怒让楼下的装修停下来，或者可以让他家直接停电吧？你也没有特异功能，所以你此时的愤怒除了让你自己痛苦煎熬以外，没有任何目的，更没有任何作用。那么问题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创造这种愤怒呢？你的内心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随着对问题本质的一步步深入，你就会发现，创造愤怒的那个其实并不是你，而是你的思维。
就像一台编号程序的电脑一样，整个过程是完全自动化、机械化的，是完全无意识的。其实你所有的消极心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对当下的抗拒。仿佛一直以来，你的思维都在试图让你相信，这种抗拒可以帮助你解决当下正在发生的实际问题。但是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人生，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大的幻想，抗拒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这些以抗拒当下真实的发生作为本质的负面情绪、消极心态，对你当下所处的情境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帮助，并且它们只能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糕。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是不是如此？思维所创造出来的抗拒，在刚才我所说的楼下装修的这个例子里，其实就是你的烦躁和愤怒。所以真正让你难受的是楼下装修的噪音吗？并不是真正折磨你的，其实是你的思维因此而创造出来的对当下的抗拒。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其实家就是你最好的修行道场。任何能让你起反应的情景，都可以转化为你实修的功课和途径。记住，把你自己看成透明的，看成一团空气，而不是一个固体的肉人。继续回到这个充满了楼下电钻、装修声音的场景里面，现在你允许这些噪音，也就是这些造成你消极反应的东西穿过你。别忘了，你是透明的。请现在就从你生活当中的各种很小的事情开始练起，比如你家人或者同事的咳嗽，比如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或者警报声，比如楼下的狗叫声，比如地铁火车上孩子的哭闹声，比如漫长的堵车等等。你所需要修炼的就一点，就是把你在机械化反应之下，在内心所建造的那堵坚硬的抗拒之墙给推倒，然后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应该发生的。我接纳一切的发生，因为我是透明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会穿越我而去。这种让它从你身上通过的状态，就是所谓的流经。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将不再对外界的刺激产生消极的心态，从而做出无意识的反应。这样的你会变得无比强大，这样的你就拥有了真正的自主权。你就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你就是自由的，再也不会受制于人，受制于外界的变化，再也不会被你的思维所控制。